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最近我们都在读这一段后，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风动指的就是风在吹，幡就是旗子在飘。那心的话呢，就是指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要指潜意识的层面，就是面对外境。面对外境的话呢，心中同步有一个波动，心念的起伏，这样子。那今天已经是我们第3次聊这一段内容了。上次我们聊这一段呢，我是从生命的组成这个层面呢来聊这一段内容。那我们就有聊到了，比方说以一个 AI 机器人的设计来说的话，或是说以任何事物的设计来说的话，生命的组成最粗的层面，粗糙的粗最粗的层面当然就是要有物质实体。所以这个旗子飘动，这个旗子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实体，它可以被看到，可以被摸到。但是生命的组成，即使有了物质实体，还是不足以运作。所以说，它需要有一些能量，有一些循环，有一些串联的系统存在，或者我们说需要有一些软件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就有提到说，这个就像身，这个就像心。那圆觉经里有提到说，人的身心，人的肉体就是4大假合而成，地水火风嘛。那从生命的组成来讲，今天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机器人，一个活的机器人除了给这个机器人一个肉体以外，一个骨架以外，一个外壳以外，我们也要给它一个软体一个系统。但是即使有了系统，它仍然无法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运作。我们只是做了编程，让它根据我们的指令应对外界的特定的环境的特定的情况来运动而已，还没有办法达到独立的运作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说，心动的层面呢，就是进入到了所谓的，如果要讲的抽象一点呢，我们就说灵魂。那如果讲的具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讲潜意识深层的设定，它要有这个意识的源头存在。那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意识的源头，目前我们的科学层面还不知道意识的源头是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人造生成意识，或者是说，如果意识是存在整个宇宙当中是集体意识的话，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要如何把宇宙真空妙有当中存在的这个集体意识，这个生命力的本质，跟我们所人工生成的 AI 机器人肉体身心嫁接在一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要如何将不管是先天的或是后天的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人的意识，我们还不知道要如何将意识跟我们所造出来这个软体硬体做一个连结。目前唯一在做这方面尝试的就是马斯克的脑机界面，他也已经取得初步成功。针对这些肉体有残疾的人，或者说大脑受损的人，他在大脑中植入个晶片，让这个病患可以用意念用想的呢，就能够控制电脑滑鼠，而且呢，已经灵敏到他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比方说他一边玩踩地雷，一边用 Word 编辑一个文档，一边又在做视讯直播，都可以这样完成。所以说，第一个层面，我们从生命的组成来探讨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们从生命的组成联想到机器人的生成等等。那目前的话，身心的层面，软体硬体，我们的科学是有能力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关键呢，对于意识到底是一个集体意识，还是说我们可以后天生成这个意识，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认知，也没有足够的技术。那要如何将意识跟肉体嫁接，我们对这方面也还很陌生。那脑机界面呢，是尝试将人本身的意识和意念脑波跟机器结合。那这时候我也联想到一个传统呢，我们有一种民间信仰，有一种服鸾，就是降价，就是气天神明或是高维的意识，跟某些特殊体质的人借用他的肉体，降价之后用他的肉体来行动，或是说话，或者是教导，这是服鸾。这个是已经很久了，只是早期讯息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有些人知道，那大部分人是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那现在因为自媒体很普及了，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说有服鸾的事情存在，那也越来越多人见识过。甚至如果有一部分人的话就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书籍都是服鸾写成的。那更广义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一小部分的佛经也有可能是服鸾写成的，因为它透过禅定啊，到天宫啊，像华严经，华严经好像有3卷，其中只有1卷，我们目前人世间所有文字记录的这个华严经是其中1卷而已，另外2卷都在兜率天。所以说聊到这个就是在讲说，所谓服鸾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跟我们本身自我意识以外其他的意识连接上了。所以说气天神或是一些高维的意识，那目前我们对这个领域都还很陌生，但是已经存在很久的这种服鸾的，也是一种除了马斯克的脑机界面以外，我所想到的就是服鸾就是另一种意识和肉体的一种连结关系。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所以以上我们所聊的这个是我们上集，就是从生命的组成的层面呢来聊六祖慧能这一段话的核心的一些精神。那上一集我们就从第2个层面，就是从意识的层面，从意识的层面，一开始从生命的组成嘛，那再来就是从意识，也就是智慧的形成、意识的生成的层面来聊这段话的话，我们就聊到说，第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棋子飘动起来了。第一个，你用你的肉眼视觉能力看到棋子在飘动，这是眼视，就是从意识的层面来探讨这句话的话呢，翻动对应到的就是佛家说的第一意识眼视，眼睛看到棋子在飘动的时候，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嘛，色就是这个光线，光线透过视觉，然后进入到眼根，就是进入到眼睛的感光，感光的神经系统里面去，然后呢，从神经系统传进到大脑里面，那就是眼视，形成了一个视觉的一个讯号。那佛家就叫做眼视，就是并且也称之为第一意识。那我们的五官眼、耳、声音，然后鼓膜震动嘛，鼻子嗅觉，嘴巴味觉，眼耳鼻舌，还有触觉温度，
皮肤表面有很多的那个神经细胞，可以感受到压力和温度的。尤其是我们的手指头，手指头的末端，你想想看，用针戳一下为什么那么痛？因为手指头的末端的那个神经细胞、触觉的细胞是最密集的。那你看我们的脚趾头跟脚底板为什么比较没有那么敏锐？就是它的神经细胞分布比较少。所以神经细胞分布越密集的地方呢，你感受就越明显。那像狗，因为我们也有在养，就是朋友有在养动物嘛，我就联想到，像狗的鼻子啊，对于嗅觉，我们鼻子能够闻到味道，里面一定有相应的神经细胞嘛。那鼻子，人跟狗比起来呢，狗的嗅觉就比人灵敏太多太多了。甚至以前我跟朋友聊到过说，因为狗辨认主人和辨认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用鼻子闻的。我们就聊开玩笑说，搞不好呢，那个狗的鼻子嗅觉太灵敏了，也许它闻到一个东西，它脑海里都可以浮现出这个东西的画面，就是它可以透过味觉而生成一个画面感来辨识说，哦，这是主人，这是谁，这是什么东西，它用气味可以追踪，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说。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你那个细胞和那个器官很密集、很敏锐的时候呢，它的功能是很超乎你想象的。那我们人最发达的主要还是视觉、听觉。那像我们的味嗅觉就没有狗那么敏锐，这样子。所以说，意识的层面呢，佛家说眼耳鼻舌身，前面五识嘛，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就是五种意识。所以说翻动的话呢，这个光影我们眼睛看到了，形成了眼识，这是第一种意识的形成的层面，对应到佛家的第一意识。那风动，风动是怎么来的呢？当这个眼识呢进入到我们大脑里面之后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思维心、逻辑思维，也就是我们从小受教育，还有我们科学训练，在培养我们逻辑思维、归纳、分析、整理、推理的这些能力，就是第六意识心，也是我们目前 AI 就是有点慢慢要取代人的第六意识逻辑分析能力。换句话说呢，AI 呢，科学进展到 AI 的阶段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对于意识的探讨，已经从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单一讯号的层次，慢慢要进入到第六意识了。佛家说的第六意识，你看佛陀2、3千年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些东西了。当时的科学根本不存在这些概念的时候，他已经在根本不存在医学和生理学、生物学这些概念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把人的意识细分成眼、耳、鼻、舌、身、意第六意识，还提到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潜意识的层面。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心理学，没有弗洛伊德啊什么什么这些心理学，但是佛陀已经把生命意识的层面、智慧的组成已经细分到这个程度来跟大家教学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不是开悟啊，或者说跟自信智慧有链接的话，当时根本没有这个科学的文明的条件可以去让他知道这些事情。这是题外话哈。我们回来就是从意识的层面，为什么会知道风动？大脑接收到眼视的讯号之后，它开始逻辑思维开始运转。棋子本身是不会动的，那为什么棋子飘了起来呢？所以推理而知道说风吹了，起风了，所以呢，它就产生一个悟性，就悟到说是风在吹，造成棋子在飘，甚至从棋子飘动的幅度，我们就知道风的强弱，几级风，几级的风。再来，我们从棋子飘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悟到说，哦，现在是什么方向？就像以前三国时代那个诸葛孔明，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什么？东风。因为当时的
气候，我军跟敌军跟曹军的方向需要靠东风来吹过去，才能够做这个火烧，执行这个火攻。所以万事俱备，草船呢也有了，箭也有，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了就是风。结果后来呢，他看天时，就时间到了，看旗子飘动的方向说，东风来了，他就开始进攻了，后来就赢了。所以说，看旗子飘动的方向，第六意识星就可以推理说，风向变了。那以上这个东西呢，风动这个层面指的对应到的就是我们意识的第六意识的层面，逻辑思维性。那大部分的人呢，我们要么就改善科技的发展，要么我们就改善这个我们的机器、我们的工具，这个从物质层面呢去设计、去优化这些工具、这些物品、这些硬体；要么呢，我们就是透过悟性、透过思考、逻辑分析呢，我们去优化它的设计，或者是说从软体的层面去优化。那我们绝大部分呢，就是在第一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前面六识这边呢，去议论不已，去探讨、去研究，包含我们的科学发展、论文写作、文献的这些分享、这些研究，还有我们研究生、博士班的训练，都是着重在观察、眼睛观察、倾听，各种的辨识、检测、量化，然后呢，再训练研究生、博士生你逻辑分析能力，去推理、去计算、去了解呢背后的物理法则、化学法则，还有一些科学相关的理论系统，然后呢去验证。反正以上就是科学研究，议论不已，我们就可以连接到这些科学研究、科学研讨、论文发表，还有各种角度的实验验证，各种理论的提出，就是议论不已，就是科学研究这些层面。那当现在的所有的人科学研究，研究的不管是物质、物体啊、材料啊、材料科学啊，还是设计啊、改善设计啊，还是说改善造型啊，还是说改善软体啊、改善硬体啊，一直在发展，对不对？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走进来跟你们说，要突破科学，要突破的话，不是在于这两个层面，硬体软体的层面，而是呢，你们得去研究精神力、心灵层面呢，你才能够突破现有科学的天花板。那当有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就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人从精神力的层面呢，去融入到科学的我们这些理论，还有呢实际的应用生产、产业化的这些层面，从来还没有人有办法把精神力，或是说我们的自信这种精神力和这种生命力的层次呢，能够融入到科学研究和融入到我们的产业应用、产品设计的这层面，都还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层面融入进来。那这个层面呢，前面就是第一意识嘛，第1到5识，然后呢，风动呢就是进入到第6意识了。但我们说的精神力的层面，如果将精神力的层面去融入到我们一切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应用和产品产业化的层面的话，这个就指的就是佛家说的第7意识跟第8意识的层面了。这就有一点像是编程，勉强用程式设计的编程来形容哈，但是还不足以，因为还不足以编程还不足以代表第8意识哈。所以当慧能提出说，我们应该要来探讨的是怎么把第8意识、潜意识生成这个意识，怎么把意识跟
这些科学理论和科学应用和产品设计怎么样子去融合，你们才会知道一切万事万物和生命的根本。就像我们从基因的角度啊，要去研究基因改良，要去呢治疗一些疾病，或者是说像侏罗纪公园一样，我们想要把一些过去的生物给复活出来，或是怎么样的，就是做一些基因工程嘛，或是说想要人工生成一些人造就是器官去用于医疗等等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去探讨过说，我们只探讨到基因而已。但是如果今天有人突然走出来跟你们说人的基因，比方说基因是吸光 DNA 嘛，是吸光性的，那意识的能量和集体意识的能量呢，可能就潜藏在光里面，而 DNA 呢，吸光之后呢，就成为了无形的精神意识和有形肉体连接的一个桥梁。所以说，再根据 DNA 再去生成这些蛋白质啊、RNA 啊，还有这些调控机制等等，就把有形肉体跟无形的精神力和这些无形的光、无形的意识就连接在一起了。那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子的相关的技术或是相关的验证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原来 DNA 吸光性这些东西就跟无形的精神力、意识和有形的肉体连接有关系的话，大家就会一众骇然，大家会吓一大跳，说哈，就是类似这样那我是譬喻一下而已，我用生物学来譬喻所以说这是意识的层面。我们前2集就是一个是从生命的组成的层面呢来探讨这段话。那第2次我们就从意识的组成第一意识1到5识，第6意识，然后这边是第8意识，第7意识、第8意识就潜意识我们就从意识的层面。第2次我们探讨这句话，我们就从意识的层面了。那还有一个层面，下一次我就想跟大家从因果的层面来聊这句话的内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聊了。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